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你的第一部手机很可能是诺基亚，那个能发核桃、摔不坏、电池能用1周的芬兰手机。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用过诺基亚。2007年，它占了全球手机市场49.4%，接近一半。然后 iPhone 来了，一切都变了。从巅峰到深渊只用了6年。到2013年，诺基亚把手机业务以72亿美元卖给了微软。那一刻，掌门人在发布会上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哭了。所有人都以为诺基亚死了，但他没有。诺基亚代码 NOK， 目前股价大约13.74美元，52周最低4美元，一年涨了将近4倍，近期刚刚触及了16年来的最高价。摩根大通把目标价从6.9欧元直接翻倍到12欧元，美国银行从8美元上调到12.4，并升级为买入。Jim Cramer 在他的节目上直接说，诺基亚是赢家。社交媒体上散户的情绪从看多升级到了极度看多，有分析师把诺基亚称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黑马。一家161年历史的芬兰公司被硅谷的散户当成了下一个人工智能概念股，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诺基亚的起源比大部分人想的要古老得多。1865年，一个叫 Fredrik Edelstam 的芬兰工程师在 Tamerkoski 河边建了一座造纸厂，公司以附近的 Nopia 小镇命名。后来他做过橡胶靴、电缆和电视机。1980年代才转向电信设备。1990年代开始做手机，2000年代是诺基亚的黄金年代，它生产了全世界最畅销的手机。诺基亚3310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坚固到被做成了无数个表情包和段子。有人说，诺基亚3310不是手机，是武器。在中国，诺基亚的记忆更深，贪吃蛇游戏可能是很多80后、90后玩过的第一个电子游戏。诺基亚砸核桃到现在仍然是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梗。那个时代的诺基亚不只是一部手机，它是一种信仰。2007年，诺基亚的市值超过1500亿欧元，是欧洲最值钱的科技公司。然后 Steve Jobs 拿出了 iPhone。诺基亚的管理层没有意识到触摸屏智能手机会彻底改变行业，他们认为实体键盘更可靠，塞班系统够用了。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安卓和 iOS 已经占领了市场。2011年，诺基亚选择了跟微软合作做 Windows Phone， 这个决定加速了死亡。Windows Phone 的应用生态完全无法跟安卓和苹果竞争。2013年，微软花了72亿美元买下了诺基亚的手机业务。当时的掌门人 Stephen Elop 在发布会上流着泪说了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错，但不知道怎么就输了。2年后，微软宣布对诺基亚手机业务减值76亿美元，等于说微软花72亿买了一堆废铁，然后又亏了4个亿，这是微软史上最糟糕的收购之一。讽刺的是，Elop 在加入诺基亚之前是微软的高管，很多人怀疑他是微软派来的特洛伊木马，故意让诺基亚选择 Windows Phone 来搞垮它，好让微软低价收购。这个阴谋论从来没有被证实，但在芬兰人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伤疤。但卖掉手机业务对诺基亚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2016年 Rajeev Suri 担任掌门人期间，诺基亚收购了法国电信设备巨头阿尔卡特朗讯。这笔170亿美元的交易让诺基亚一夜之间变成了全球第2大电信设备商，仅次于华为。2020年 Pekka Lundmark 接任掌门人，他上任第1天就说战略重置。他砍掉了不赚钱的业务线，把研发资源集中到4个方向：5G 网络基站、光纤网络设备、云和网络软件、专利授权。专利授权是诺基亚一个很特别的业务。诺基亚持有超过2万项移动通信技术专利，全世界每卖出一部 5G 手机，不管是苹果、三星还是华为生产的，都要给诺基亚交专利授权费。这块业务每年贡献大约15亿欧元的收入，几乎全是纯利润。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台永动印钞机，只要全世界仍在用移动通信技术，诺基亚就能躺着收钱。而且随着6G 标准的制定，诺基亚正在积累新一代的核心专利，这台印钞机还会继续转几十年。诺基亚在6G 研发上已经投入了超过10年，它的 Bell Labs 研究中心是全球通信技术的摇篮，晶体管、激光器、信息论全是从那里诞生的。9位诺贝尔奖得主出自 Bell Labs， 这个研究底蕴是华为和爱立信都没有的。然后人工智能来了，这一次诺基亚没有错过。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光纤网络来传输数据，英伟达的芯片算得再快，如果数据传不过来也是白搭。光纤网络就是数据中心的血管，诺基亚恰好是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设备供应商之一。2024年10月，英伟达投了10亿美元给诺基亚，两家合作开发人工智能驱动的无线网络，叫做 AIRAN。这项技术可以让基站自动优化信号覆盖，降低功耗，提升频谱效率。英伟达提供芯片，诺基亚提供网络软件。这个合作把诺基亚从一家传统电信设备商变成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玩家。英伟达不会随便投10亿美元给一家公司。黄仁勋看重的是诺基亚在全球 5G 网络里的部署基础。全世界有数百万座诺基亚的基站，如果每一座基站都加上英伟达的芯片，跑人工智能推理，这就是一个覆盖全球的边缘计算网络。2025年初，诺基亚又做了一笔关键收购，以23亿美元买下了美国光通信公司 Infinera。Infinera 的光芯片技术被广泛用在数据中心之间的远距离高速传输。收购完成后，诺基亚的光网络业务收入直接翻了1倍。来看近期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收入45亿欧元，同比微增，但利润改善明显，毛利率 45.5%， 同比提升了320个基点，每股收益超出华尔街预期 31%。 最炸的数字是人工智能和云客户的订单同比增长 49%，单季度新签约10亿欧元，这个客户群体现在占诺基亚总收入的 8%。 管理层预计到2028年，这个比例会大幅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和云网络市场的年复合增速预计 27%。 诺基亚在这个赛道里有3个产品线在发力：光网络连接数据中心之间的高速通道， IP 网络做数据中心内部的路由调度，固定网络做最后1公里的光纤入户，3条线同时吃到人工智能的红利。光网络业务收入增长 20%， 完全由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需求驱动。Infinera 的整合进展顺利，协同效应开始显现。掌门人龙马克在电话会上说，人工智能和云客户的需求正在加速，这个市场的年复合增速预计 27%， 一直到2028年。下季度收入指引环比增长 5%到9%， 全年经营利润指引维持在20亿到25亿欧元，净现金34亿欧元，长期负债大约23亿欧元，债务比股权的比例只有 11%， 资产负债表非常健康，这给了诺基亚继续做收购和投资的余力。诺基亚近期还宣布了跟洛克希德马丁的合作，为美国军方开发抗干扰的 5G 战术通信网络，这把诺基亚推进了国防领域。美国军方近期对 5G 战术网络的需求在急剧增长，战场上的无人机、机器人和传感器都需要可靠的高速无线连接。诺基亚跟洛克希德马丁一起竞标的项目涉及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多个通信现代化计划，如果拿下来，将打开一个全新的高利润市场。诺基亚近期还把固定无线接入业务卖给了 Inseego， 进一步聚焦核心的光网络和移动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诺基亚刚刚宣布把智能体、人工智能嵌入了整个固定网络产品线，这意味着宽带网络本身变成了一个有认知能力的平台，可以自动优化流量、预测故障、管理智能家居设备。Motley Fool 分析师把这叫做认知宽带平台。同时，它的移动网络也推出了智能体人工智能平台，
让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可以自动诊断和修复故障，不需要人工干预。诺基亚把这个叫做智能体网络，一个基站出了故障，智能体自动诊断问题，调整参数，恢复服务，整个过程不需要工程师上塔。这个能力对电信运营商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成本节约。全球有几百万座基站，每一座都需要维护。如果能把人工维护变成人工智能自动维护，节省的人力成本以10亿计。分析师的反应极其积极。摩根大通把目标价从 6.9 欧元直接翻倍到12欧元，维持增持。美国银行升级为买入，目标价 12.4 美元。Argos 升级为买入，目标价15美元。Northland 上调到13美元。近期思科发布了超预期的财报和指引，诺基亚的股价跟着涨了 7%， 因为思科的强劲表现验证了网络基础设施需求正在加速。德意志银行也加入了看多阵营，把目标价从 7.5 欧元上调到 8.5 欧元。加上之前的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 Argos， 主要投行几乎全面看多。9个分析师里8个说买，1个说卖，但也有警告的声音。Barclays 上调了目标价，但维持减持评级，认为短期涨得太快，估值偏贵了。Nordea 也把评级下调到持有，目前股价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分析师的12个月目标价均值 12.89 美元，这说明市场已经跑在了分析师前面。跟竞争对手比一下，诺基亚的直接对手是爱立信和华为。爱立信同样受益于 5G 建设，但在光网络领域远不如诺基亚。华为在全球份额最高，但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被禁止参与核心网络建设，这给了诺基亚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红利。在去华为化的趋势下，诺基亚和爱立信是仅有的2个替代选择。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大部分欧盟国家已经全部或部分禁止华为参与 5G 核心网络建设，印度也在加速替换。每一个被禁止的华为合同都是诺基亚和爱立信的潜在订单。风险方面，第一，电信运营商的资本开支周期。运营商是诺基亚最大的客户，如果运营商削减 5G 建设投资，诺基亚的核心收入会受到冲击。第二， Infinera 整合。大型收购的整合从来不是容易的事。第三，估值。从4美元涨到将近15美元，一年4倍。市盈率大约91倍，市销率大约 3.16 倍。即使用2027年的盈利预测算，远期市盈率也在30倍左右。股价已经从16年高点15美元回落到了 13.74， 过去3天连跌。这可能是技术性的获利回吐，也可能是市场在告诉你估值跑得太快了。对一家收入增速只有个位数的公司来说，这个估值不算便宜。第四，半导体供应链风险。诺基亚的设备需要大量芯片，全球芯片产能紧张的时候，诺基亚的设备交付会受到影响。第1季度管理层就提到了半导体供应约束是一个持续的风险因素。但诺基亚的故事不是关于过去的收入增速，它是关于一个161年历史的公司在第3次产业变革中能不能抓住机会。第1次，他抓住了移动通信的机会，从造纸厂变成了手机之王。第2次，他错过了智能手机革命，从巅峰跌入深渊。第3次，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诺基亚用光网络、英伟达合作和国防订单再次站到了浪潮的前排。Elop 在2013年哭着说：“我们什么都没做错，但我们输了。”13年后的 Lundmark 不会再哭了，因为这次诺基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161年，从造纸到橡胶靴，到手机，到被 iPhone 击败，到卖身给微软，到收购阿尔卡特朗讯，到跟英伟达合作，到为洛克希德马丁造军用网络。这可能是人类商业史上活得最久、转型最多次的公司之一。下一次你用手机上网、看视频、跟人工智能聊天的时候，数据在光纤里跑过的那些路由器和交换机，很可能就是诺基亚做的。你看不到它，但它就在那里。
161年了，它一直在那里。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